你说，我要是把两淮盐场交给你怎么样？啊，这可是江南第一大利啊！你有这个野心吗？两淮盐场是江南的第一大生计，几百万人在这盐上吃饭，哪能真的交给他们父子俩呀？怕不要撑死他们。他们经营不得法，早晚会出大事。难道朝廷经营就得法吗？我看也未必吧。无非是本该商人赚到的银子，落在了贪官的手上。哎，像你这么喜欢顶嘴的，也真是少见了。朝廷的盐政早就破败不堪了，我是想让两淮的百姓从朝廷的重压当中脱出身来，不再掉进李家父子的手。我想让盐业工会牵个头，只要一体纳税，专营权就让他们来管理。哦，这话可是机密，我只对你一个人讲啊。这大人不仁。你要是顾及你那点兄弟情谊，我就把你换掉。我要是知道了你把这话说出去了，就行个罪名，再给你流放走。你那点小情小义，和两淮百姓的肚子比起来，一文不值。到时候，别怪我没有情义，切记。您看这信上写的什么？信上说，总督大人要重建两淮的盐场，但是从朝廷专办变成由盐场商会固定的向朝廷交纳租金和税金。盐场商会又由两江总督府把持，两江总督府再推出个代表古平原，这样就把咱们家的盐田巧妙地从私办变为了官办，只不过是以半官半商的形式。对呀，对呀。我觉得，既然两江总督府有这个意思要掺和进来，那咱就大大方方使出手段让他进来。但他们进得来，未必让他们能够走得出去。上面写着，经营权归商会所有。商会谁呀？商会不就咱们跟古平原吗？那不如我们抢占先机，先行选择李家要经营的盐政省份。江苏和江西这两个省是盐政大省，而且是天下商贾汇聚之地。一个景德镇，一个制造衙门，这两处就最大的商户所在。爹，咱们把这两个省拿下，剩下的给古平原，大家各自经营，年底按照盈利啊，像洋人那样弄个董事局，做一个裁决，按照经营的规模和盈利的多少，输的人退出去。咱用这种法子让两江总督府出去，剩下的事是不是咱们说了算？这是别人分析的，还是你自己琢磨的？我自个儿琢磨的，刚刚。有把握吗？我不想再输了，我想赢一把。无等价饷，再加100文，好哥。500文，咱们今天换300文一饼，马上去通知各店，不要等到天黑。是。站着。少爷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呐！您这么拼起来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从盐场里出盐就300文，这一路上人吃马喂，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，没这么做生意的呀。那你觉得这买卖应该怎么做呀？反正老爷要是清醒着，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干的。您这不是砍自个儿一刀吗？开一天店，就这些人力物力就要搭上将近10万两银子。10万两银子很多吗？那当然很多呀！您在店里边还没挣过10万两银子呢。哎呀，好，
少爷，您真不能这么个拼法。少爷，咱别闹小孩子脾气。他是大外行，您也想当大外行啊？哼，我是大外行啊。可是这等老爷醒了，我可怎么解释啊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爹没醒的时候我就是东家，我做生意用得着你教？而且，我要是不会，我会问你。你要是再当中央了，我就让你马上滚蛋回京师，听明白了吗？而且10万两银子多不多？多。你觉得我们拼得过还是古平原拼得过？我的办法就是10天之内搞定他，半年时间太久，我没工夫跟他玩。我觉得呀，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。你再这么拼下去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。四川的井盐啊，固然便宜，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。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？天下盐，天下人吃，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。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，他说话这是大不敬。你不怕掉脑袋啊？再等个5、6天，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。我们在商量事儿，你进来干嘛？我都要当寡妇了，我还不能进来啊？哎呀，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爹，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，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。胡闹！我回去我能踏实吗？这儿女的事儿，就是无债不来。你这儿一个，我那儿一个。给他们打开看看。看仔细了啊！合上吧。走走。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是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是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东家，您这可贩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，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，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万分感谢。可是这事儿，哎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。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
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，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，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，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停车！放我杀你们了啊！诸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。这个罪过可不小啊！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！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贩私盐这事，你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。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算数。
回老大，长赐有礼了。四爷，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，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？正是。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，就不许他给和尚的兄弟们分点余润，这太不像话了吧？怎么，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？要钱有要钱的规矩。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，回府两淮盐场生计，并非私人贩盐。贵老大，请明鉴。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，他们讹金子尿银子，放个屁都油裤裆。我曹帮上下的弟子，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。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报官呢。我看这事儿闹大了，谁敢管？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，真闹起来，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。通字辈的老前辈，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？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，听明白了？说你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看到了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走。我夫君他还好吗？他好不好，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个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，你们能让他吃得好一点吗？哎呦，闺女，不行啊，那是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还真没见过，拿来我瞧瞧。老大，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？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。这个好啊啊！咱们这一票是绑直了啊！来呀，把那姓古的带过来。是。姑爷、四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呢？玉儿担心你，那我们就先来了。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，你上来就问他？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。我不担心你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哎呦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都吵这儿来了，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？没钱。什么？没钱？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！来，用铁丝把他琵琶骨穿了。啊，别！哎，有话好。你要穿他琵琶骨啊？有话。对呀，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。有话。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。对呀，你给我讲讲看。哎，你看，就别动！你们再乱动乱说，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。2个琵琶骨一废，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，懂了吗？懂了你就点点头。哎呦，我的天，那是我的刀啊！现在怎么说，老大？你个臭婆娘，你今天就是伤了我也没用。我曹帮上下几十万个弟子，拿唾沫都能淹死你！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？我。贵老大，贵老大，兄弟们，哎，我闺女思妇心切，我们做错了。这个事儿，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，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，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。你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他们就是一帮臭贼。你骂谁是臭贼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什么？他是谁？苏小姐，她是谁？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嘛。你骗人！没有啊，真的。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？你怎么又去找她？有本事嘛，
不，我不是说你没本事，你也可以救我。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。江湖事江湖了嘛。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？我现在就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信不信？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啊！这些话别在这儿说，别当着外人的面讲。我守了娘15日，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。今儿你再不回去，我没法跟他说了。娘醒了。啊，醒了。辛苦了。二位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。丫头啊，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？我这有点上不来气儿。闺女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接着吵啊，咱们这片就算结过了。结过了，行吗？不行吧？你为什么要绑他？女英雄，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老大，贵老大，贵客来拜。什么贵不贵客啊？哪儿又来什么贵客呀？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？哟，你们可真热闹，演大戏呢！让开！老大，让开！让开！这刀放下吧，这玩意儿可没长眼睛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！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。火气这么大呀？谈不了了是吗？谈个屁！奇耻大辱！谈不拢就不谈了，杀了他，我跟副帮主谈。我给你个台阶下，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，光棍斗不过势力，你不放他走，我马上离开。打开看看，两江总督私印，压不住你吗？民不和官斗，我是瞎了眼了。吴先生得罪了，四爷得罪了。贵老大，打起来了。顾大奶奶这真是好刀法呀！看来以后看见拿刀的女人，我得躲远点。躲远点就有用吗？看你那灯。嚯，好准头！爹，这么有闲工夫啊？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，听说你娘醒了，灵芝粉最是安神。谢谢了。你就给我开个价，咱俩别这么斗下去了。我不想和你做敌人。我可不是你的敌人。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，怎么退？往哪里退？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。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，是在和整个官府斗。往大了说，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。你赢得了吗？如果我能赢，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。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不行吗？你太贪婪了。贪婪有什么错？咱们是商人呀。那有些道理，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。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。来，写上你要捐多少钱。我要在金山寺助捐一个水陆大法会，
给江南7省的亡灵祈福，掏钱吧你！怎么脾气还越来越大了？哎，对了，你爹身体怎么样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等等，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。有些事情，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我这么跟你说，现在对于做盐，我没什么兴趣了。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。 和两江总督府平分，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。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，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，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。你觉得我好笑吗？你是跟我开玩笑呢，还是要看我笑话呀？李庆，我不是你敌人。这个李沁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，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，说是给的钱高出1倍。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就没这么干的。我这里楚老伯啊，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？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5个：长芦盐区，在乐亭、唐海 和塘沽等县区，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，但是交通不太方便。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，在山东沿海，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，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。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，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。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，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。 要是论起味道来，井盐那是略胜一筹。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。我在想啊，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，总不能说1日3餐以盐为食。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，多开一间，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。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，不值得这样做。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，他仗着资金雄厚，你开1家，他在你旁边开2家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难道还要降价吗？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，再打下去的话，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，那就不叫做生意，那纯粹是赌气。况且，我也拼不了多久了。你还有话说？ 盐业工会那边，请您过去对账。对账？对什么账？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，以半年为期，现在赌期还有1个月。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。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 说话呀，少爷，是我无能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，200家店铺，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。少爷不到200家，是188家。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，一直在亏。 一个镇子里是2家盐店，没有这么做。不用你管，赔钱也是我赔。哎，赔是我赔，但是盐的利润总超过他了，啊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少爷，股东家出了奇招，他开了231家商铺。
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和马队，把长芦盐区的盐、四川的井盐，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，利润大得很呐。他不能赢，他不能赢。不对呀，不对呀，他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严政啊！我要上京审告他。少爷，老爷都没了，咱们能靠谁呀？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有你的！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嗯？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。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，那里盐储备很丰富，盐价又低。山东一带的盐区呢，销售不出本省，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。但是反观像江西、两广、两陕这些地方，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，盐价卖得很高，而他们的吃食呢，又都以腌制品、熏烤类的为主，用盐量很大。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，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呢？有道理啊。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，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。正所谓行商走天下，拘泥在一个省，未免有些太局限了。我明白了，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。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，我这样做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要是早有此等想法，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？就是，这办法早就有了。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，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。哎，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，咱俩一块儿发大财去吧。大人，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，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，哪有您这样的？没事儿的，没事儿的。不行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回去，给老太太上炷香，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？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。哎，